随着那名杀手坠楼之后，机场出口外，几名隐藏在人群中的杀手也忽然被其他乔装打扮的万隆店成员瞬间制服。而藏在车里伺机而动的杀手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也立刻被万隆店成员驾驶的汽车前后夹住，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便被万隆店成员破门而入，直接带走。这些杀手现在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早就被万隆店的将士严密监控起来。那些收到暗花撤回的消息之后立刻离开现场的杀手，万隆店都没有为难，而他们这些不愿离开的，直接沦为了万隆店的阶下囚。此时此刻，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内，刘家辉如释重负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暗花已经撤回了，那些杀手肯定已经收到消息，您可以放心了。叶晨没理会他，而是看向万破军，问道：破军都搞定了吗？万破军恭敬道：叶先生，暗花确实已经撤回，但在我们布控范围内还有一些杀手没有离开，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处理了，杀了1个，抓了7个。做得很好。叶晨微微点了点头，开口道：把这7个人也送去叙利亚吧，免得影响港岛的长治久安。万破军立刻拱手道：属下遵命。叶晨看向刘家辉，淡然道：刘先生，你我以及钟叔之间的恩怨，待你从燕京叶灵山回来之后，便会彻底画上句号。你想与伊苏航运合作，届时我也会安排专人与你对接。只要你从今往后能恪守承诺，我叶晨对你没别的要求，也不会再为难你。刘家辉听到这话，这才真正放下心来，恭敬道：谢谢叶先生宽宏大量。说着，他连忙又对陈兆忠说道：阿忠，答应你的那笔钱，我今天就开支票给你。一旁的陈兆忠开口道：叶少爷，这笔钱我就不要了，把它全部捐出去吧。叶晨点了点头，道：这笔钱怎么支配，是钟叔您的自由，无论怎样我都支持。陈兆忠便道：这些年我黑在美国，见到许多如强仔一般的华人孤儿，所以这笔钱的20%用来资助那些沦落在海外的华人孤儿，剩下的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吧。好，叶晨没有任何异议，开口道：钟叔是有大爱的人，既然您决定了，就以您的意思去办。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方嘉欣纠结了半天，才忍不住提醒道：阿忠啊，你母亲患了脑中风，身体情况很差，正在交汇医院住院，你还是留些钱给她治病吧。陈兆忠顿时惊呆，脱口问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前几日。方嘉欣不敢看陈兆忠的眼神，低声道：我去医院看过他，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最好是能送去美国治疗，否则的话恐怕时日无多了。陈兆忠心中慌乱不已，他看着方嘉欣，感激地说道：谢谢刘太太。说完转过身对叶晨说道：叶少爷，我想先去看看我母亲。叶晨便道：钟叔，我陪您一起去吧。陈兆忠微微迟疑片刻，还是答应下来，恭敬道：那就有劳叶少爷了。叶晨便对万破军说道：破军，准备好车，去教会医院。好的，叶先生。叶晨转而又对刘家辉说道：刘先生，你也可以走了，抓紧时间把剩下的事情处理一下吧，最好是明天就能把别墅的事情搞定。好，刘家辉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叶先生尽管放心，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件事情解决。叶晨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看向一旁眼眶通红的刘曼琼，拱手道：曼琼小姐，今天多有得罪，还请见谅。刘曼琼用一双噙着泪水的大眼睛赌气地看着叶晨，想说什么，但又什么都没说出口。刘家辉连忙在一旁低声提醒道：曼琼，叶先生跟你说话呢，你还傻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回答？刘曼琼倔强地把脸扭向一边，伸手将眼角滑落的泪水擦去。叶晨心有愧疚，但也不知如何解释，便对刘家辉说道：刘先生，既然曼琼小姐不想理我，你也不必勉强。刘家辉尴尬不已地讪笑两声，开口道：小女不懂礼数，让叶先生见笑了。叶晨微微摇了摇头，转而看向费可欣，开口道：费小姐，辛苦你和袁先生这么远飞过来，若是不着急回去，晚上我请你们吃饭。费可欣笑道：好啊，我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叶先生还要在港岛待上1-2天，我可以在港岛等你，待叶先生把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回去。好，叶晨爽快地点头答应下来。他计划在钟书一家人乔迁新居之后，就启程返回美国。既然费可欣不着急走，届时可以跟他一起乘坐同一班飞机。费可欣又问叶晨：叶先生，您在哪家酒店下榻？叶晨看了看刘家辉和刘曼琼，开口道：我还没找酒店。费可欣也大概看出了原委，便道：那我选家酒店，给您也订个房间吧。叶晨点了点头：那就辛苦费小姐了。刘曼琼抬头看向叶晨，想说什么，可是又没说出口。一旁的刘家辉倒是有些失望，虽说刚被叶晨虐了一顿，但他还心里却贱兮兮的，想继续邀请叶晨和费可欣到自己家住。只是他也知道都这种情况了，自己要是还要点脸，就实在不好开这个口，于是便犹豫再三，还是没说什么。叶晨没再耽搁，和陈兆忠以及万破军一起走了。费可欣也准备离开，不过走之前，他特意来到刘曼琼的面前，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主动递到了刘曼琼的面前，笑着说道：刘小姐，我是费可欣，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刘曼琼还一直沉浸在恍惚与痛苦之中，忽然看到费可欣递来的名片，整个人都有些错愕。他是后面才赶过来的，所以他跟费可欣甚至都没有说过话。他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费家掌舵者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名片。一旁的刘家辉见女儿还在发呆，连忙低声提醒道：曼琼，费小姐在跟你说话呢。刘曼琼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说道：谢谢您费小姐。费可欣友善地笑了笑，认真道：不用这么客气。说罢，他将名片塞到刘曼琼手里，淡然笑道：刘小姐，我有事先走，咱们后面再联系。刘曼琼轻轻点了点头，客气了一番，才目送费可欣离开。费可欣带着袁子虚出了机场，袁子虚才有些不解地问道：大小姐，你好像对那位刘小姐很关注。费可欣微微一笑，摇头道：是叶先生对她比较关注，我只是爱屋及乌。